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几天不见，甚是想念啊！前几天还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休息了一下啊，今天的状态好了一点，可以给大家做节目分析行情了。今天我们主要来讲一下大环境啊，我相信现在在座的各位心里面都很纠结、很郁闷，对吧？哎，嘿嘿嘿，其实也不用郁闷啥。从加息前一天到现在，我几乎都没怎么更新节目，为啥呢？因为我已经提前几天都给你们安排的明明白白了，对不对？我当时说的是不是在加息之前尽量不要操作了？你如果实在忍不住，那你可以带止损做单。加息之前呢，你能做的最好的选择就是换美金换优，然后躺平，啥都不要做，就等着加息，然后呢，美元升值，你就躺赚了，对吧？来，各位前几天有及时的收看我节目的，听我建议的，囤优不操作有躺赚到钱的，来，有赚到的请留言打1表示支持啊。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大环境啊，顺便说一下现在网上盛传的习近平被软禁的事儿啊，是否属实啊 ？OK， 那在讲正题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了韭菜了，那可不能怪我啊。以后呢，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听到了就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包括你的狐狸钱包地址，也有可能是我忘了说啊，那就是没有数字，哎，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那为了公平起见，你们的留言暂时隐藏3天之后我会显示出来。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好，来讲正题啊，先来说一下政治方面的问题啊。10月16号，就是半个多月吧，20天之后，就是中共20大的召开日。那在这个大会上，基本是确立了习近平的第3个任期了。他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除去毛泽东啊，那人家毛泽东是开国领袖嘛，在位久一点还能说得过去。但是除了毛泽东，习近平是共产党建政以来第1个有3届任期的领导人。现在网上都在传习近平被软禁了，被政变了，已经被老领导夺去军权了。说的理由是，习近平前几天出访了中亚的上合会议。那在习近平出访的期间呢，老领导发动了政变，串联了军队的将领，背叛习近平。有点类似于当年赵紫阳的剧本啊。那这个可能性，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不存在。你们仔细想想，习近平的各种高压政策、奇葩政策，能够在中国得以实行，能够让全中国14亿的人都在家里面寸步不离，天天做核酸，这已经是他至高无上权力的充分体现了。他的控制力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以他的性格，内部不稳定的话，他是不可能出国出访的。之所以现在习近平被抓了，被软禁了，被政变了，要被拿下马了，这些消息被放出来，的原因是因为维稳需要，这是一个泄压阀、解压阀。毕竟对习近平不满的人还是非常多的。但是呢，为了能够降低20大之前的反对声音，能让习近平干干净净的，没有太多的杂音度过20大连任，他就必须要用这一招呀。这一招实在是妙，对吧？大家都觉得习近平被软禁了，要下马了，肯定连不承认了，很开心，就不用废话啥了，反正习近平连任不了了，我也就不用骂习近平了嘛。所以呢，对习近平不满的人也就不会多说什么了。其实习近平很擅长这种操作的，扮猪吃老虎。反正面具人，我对台湾、美国领导人的换届判断的都很准。各位不相信的话，可以翻一翻我之前的往期视频啊。台湾大选、美国大选，我都判断准了。那至于这一次中国的领导人换届，我判断的能不能准啊？还有半个多月，你们就能知道答案了，对吧？好，
我们接着来聊财经的话题啊。我对接下来的经济大环境依然不看好。目前美国的利率已经来到了3%，美联储今年的利率目标是4.25%。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今年的最后的2次加息，11月、12月的加息嘛，很可能就是75个基点加50个基点，也有可能是50个基点加50个基点。无论如何，加息就是加息，不存在什么利好或者是相对利好啊，强行解读的利好啊，只能说是我本来说要砍你2条胳膊了，结果呢只砍你1条胳膊，然后呢就算是好消息了，这有点斯德哥尔摩了吧？这只能算是强行解读的利好，对吧？市场消化加息还需要很长时间，并且呢，今年加息完了，明年还要加息呢。毕竟美联储的利率目标据说是要定到5%。那另外一方面呢，美联储的疯狂加息将会带动全球都加息。你们看，加拿大的央行宣布了将加息75个基点，英国的央行又宣布再加息50个基点，澳洲央行今年已经第5次加息了，又宣布上调50个基点的利息，已经加到了2.35%了。之前澳洲央行的利率是非常低的，欧洲央行呢也历史性的破天荒的加息了75个基点，韩国呢也出现了历史上的首次的4连加息。各位，美国的这么一个大加息可以说带着其他的国家都已经破天荒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除了国家的法币资产，其他的投资，诸如黄金、证券、现货、加密货币的投资价值还会继续下降。毕竟你投什么产品都不如投国家信用背书来得稳嘛，都不如持有法币稳嘛，对吧？你法币想买啥买啥，对吧？流动性和通用性、背书性都不是其他的产品能比的。而且你们要记住，这个加息它会形成一个螺旋效应。不过呢，还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加密货币有一点点喘息的机会了。距离下一次加息还有2个月的时间。比特币和以太坊在这2个月当中再结合什么世界杯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利好是有可能出现一个中幅的反弹会出现。大家不要慌。有人在2万多，或者以太坊在1700、1800、2000被套的人，现在暂时可以考虑先别割肉，毕竟距离下一次加息还有2个月的时间，你还有2个月可以观察以太坊再跌，它只要不跌过1000，你还基本上算安全的不过你们要记住，在这2个月之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这个反弹如果足够你解套的话，这也是诸位最后逃命的机会你不要说到那个时候到高点了，你又投进去了，然后呢一个加息又把你套下来了，那你这不是自找没趣呢？你把命逃了，把套解了以后呢，其实也就没啥好投的了世界局势正在发生变化，中下阶层人的资产，比如房产、证券、黄金、白银，都将会迅速的缩水。我2年前所说的，老观众可以给我作证全世界的政府都会急速右转，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了现实政府控制一切，政府尤其是要控制经济，尤其是要压榨老百姓的钱包，这个是右可不是左极右就是要控制财富，财富正在自下而上的往金字塔顶尖汇集。你们可以去谷歌搜一下，百度搜一下全世界各国的基尼系数、贫富差距都在拉大。人性就是贪婪的，当权者自然要为自己敛财嘛，有机会割韭菜，不割是傻逼。所以呢，你们仔细看，其实看看周围的这些亲戚朋友呀、同学呀或者是你网上搜的那些人，你仔细观察就能发现，资本实力不够的中下阶层人的钱
都在逐渐的被稀释、被割韭菜，变着法的把你的钱反正就是给你消耗掉，让你的生活举步维艰。而且我再告诉你们一个黑暗的现实，那就是现在全球紧缩货币，让你的钱越来越少，这个加息很难停止。美国加息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全世界的人抛售本国的货币。哎，看美元涨了，大家都买美元，是吧？把钱都存到美国银行，而其他国家的钱就操了他妈了，是不？被美国把钱吸走了，很难受。哈哈，那其他的国家的应对方式就是，哎，你美国加息，那我也加息啊，存你美国划算，那存我的国家更划算，我的利息更高。你加息，我也加息，那就等于美国没有加息，把你的加息对冲掉了。好，那你加息，我加息，我美国就继续加息。就这样套娃，看谁先扛不住，对吧？美国是借以此方式来削弱其他国家的货币能力，而强化自己世界美元霸主的地位，国家世界最强的这种最牛逼的霸主地位。其实美国现在就是发动了一场货币战争啊，而且割自己的盟友啊，这是美国的老传统了。川普其实还没拜登这么狠，川普之前也就是小打小闹收个关税，那拜老爷子现在直接就是给你开展全球性的货币战了。他一加息以后，好家伙，欧洲现在是最蛋疼、最劣势的，因为你仔细观察欧洲啊，现在有多难受啊！前有美元加息，后有俄罗斯能源坐地起价啊，这一加息，本来底层的人的钱就少了。然后呢，还要买高价的能源，不买咋办？不买哦，冬天没办法烧暖气了啊，没办法开店了，没办法加工工厂了啊，没汽油了，没能源了，没燃气了，咋办？花钱买呗啊！我花钱了，那没钱了，现在加息了，更难受，是吧？加息已经把我的钱的流动性都抽走了，哼！现在欧洲非常难受，欧洲甚至已经开始向中国求援了。不过中国也不好受啊，中国现在搞疫情封的已经没办法了。啊，封的现在中国的流动性现在已经几乎枯竭了，老百姓的口袋里面花不出来钱了。那中国现在没办法，他不敢加息，他只能是憋着一点点的降一点点息，先释放点流动性，让民间的资产周转起来，不然的话，房地产、消费市场都会崩。这就是现在的经济局势，人民口袋里面的钱，尤其是热钱越来越少了。那你说他们能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多大的份额去投向？你别说证券、黄金了，啊，就是加密货币市场啊，能给你多少？人证券、黄金都不投了，还能投你加密货币吗？对吧？所以呢，我目前已经把炒币做波段的权重调至最低了。正如我1-2周之前给大家说的，什么都不做，就买点优。就能躺赚，不听我的，忍不住手痒的去炒币的，我估计现在好多人都被套了。你们说是不是？是的，请留言打1啊。哎，大家仔细观察啊，美联储将利率目标定在4.75%到5%啊，意味着至少会加息到明年的年中啊。那也就是说到明年年中之前啊，整个经济投资市场啊。不会有啥大的变化的，甚至还会继续的恶化啊！美国不停的加息，美债、美元收益会一次次刷新记录的。那我靠了，美元美债利息这么高，哎，我存银行，我就是换成美元，这美元每年都能给我5%的利息呢，你以太坊质押才能给多少？才能给4%的利息。而且以太坊的风险那么高，我存到美元，我靠，全世界各个国家我都能拿来用啊！而且美元它只涨不跌，它跌也跌不到哪儿去，有美元世界霸权，有美国的核弹支撑着呢，啊，你怕啥？是不？但是你以太坊有啥支撑？好家伙，从4000跌到1000，啊，你多少利息也填不够这个坑啊，对吧？所以呢，各国的人一看美元，我操！5.8涨到6，6.8涨到7，7马上又要涨到8，想不 FOMO 都不行呀。各国为了应对美元的上涨，也会不停的加息，推出更优质、利息更高的国债来吸收老百姓的存款。
就这样，大家互相恶性竞争，就看谁先崩。所以呢，你竞争一下，我再下个月加个息，你下个月加个息，我下个月再加个息，那照这么来看的话，全球加息的周期很可能会到明年下半年。那在这个大环境之下，没有什么好的投资产品能够和国家政府抗衡的，明白了没？政府要你死你就死，政府要你活你就活，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你别说什么民主、独裁之类的，做民主的奴隶是能比独裁的奴隶舒服一点点而已，在这种环境之下，真的没啥好投资的了。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把目光转向一些实业项目国内我就不说了国内太坑爹了。你在海外尤其你像这个消费能力强的国家比如澳洲呀、英国呀、美国呀，你搞个开店呀、餐饮呀、服务呀、住宿呀、旅游这些因为拜登都宣布了全球疫情结束了，很多人现在都在家里面憋得受不了了，想出去玩一圈。我告诉你，地方不差的话，搞餐饮、搞服务、搞住宿，潜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实业就在复兴，老百姓现在也宁愿是把钱花到吃吃喝喝玩玩上面，也不愿意去搞那些风险大的投机了，因为他现在搏不起赔不起了。这是一个大的投资领域。或者呢，你想投线上项目 WEB 3.0 的项目也可以，那你就投那些有商业服务的项目，主要做销售经营服务的项目的这种项目的早期投融。比如我之前推过的 Space 公会，他们人家是搭建完善的生态你可以投他的项目。不过呢，目前这个项目方也没啥卖的了基本上都闭盘了，他现在的币还没出，所以呢我们也没啥入场的机会，项目方也不急着卖货，也不急着割韭菜，很有诚意，在老老实实的做游戏做项目，人家也不融资，也不借钱，也不搞杠杆，也不搞高利息这种项目就稳，因为它的基本面是没有风险的，它不存在债务违约的问题，而且人家就是做产品卖产品不是说你看到的现在市面上99%的加密货币项目其实都是做高息借贷借过来的钱，然后把韭菜的钱一割以后，然后给人家资方天使轮投资方把钱一还，然后呢自己赚一个割韭菜的差价，明白了没？这种项目它崩盘是必然的但是你说炒币的话那种项目不敢玩。就算是以太坊、比特币，现在你炒波段现在的节奏都已经太难把握了，节奏太快，风向改变的也太密集，波段太短，而且经常都是涨5跌10。所以呢，各位，你们近期手痒的话，就抱着纯娱乐的心态就好了面具人，我最近也在找一些好的投资机会。我这个人，我是商人，我不是奴才，我也不是奴隶我不会总盯死一个领域我觉得我死磕南墙，我就要靠这个赚钱。老观众都知道，我这几年赚了不少钱，但是我赚钱并不是从一个渠道来的，啥东西能赚钱我就弄啥。当然，除了违法犯罪面具人我也不需要搞这些有的没的我有的是实力，2、3年赚了几千万，对吧？我通过各种各样，当然了，我也有一些线下生意你们以为我光炒币呀？面具人，我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商人我的店铺也基本上有27家左右了。我最近呢也在扩张更多的经营领域我赚钱的实力，老观众是一路盯着来的，对吧？知道我有多大的本事。那如果你们想紧跟我的线上经营策略呀、理财投融策略呀，或者是跟着我在国外去做一些稳健的投资项目，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们还是可以把自己的眼界就放在那么一个圈圈针尖那么大的地方，每天就紧紧盯着那几件感觉能赚钱的事儿18582，祝你好运，再见。